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刚刚发布的 OPPO Find X3 和 X3 Pro。大家可以先走一波弹幕，你喜欢这个外观 ID 设计吗？不关着你，小白测评，咱们马上开始。这个外包装啊，肯定便宜不了啊！这个质感真的是非常的好，65瓦的充电器，这也太不环保了，竟然还有耳机，附送了一个黑色的硅胶保护套。X3 和 X3 Pro 外观 ID 方面没有任何的区别，你拿在手里面，如果是同颜色的话，是分辨不出来型号的。我们这两台呢，正好都是净黑色，我们测试的小伙伴就经常给它搞混了。这次它颜色方面呢，还有白色，还有素皮的版本。白色的那个是带 AG 磨砂工艺的，而且特别说一下，这次的净黑是主打色。我觉得相对来说，这种创新性比较大的外观 ID 设计的改变，就得要早点放出来，因为如果你突然放的话，大家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你放了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视觉上就觉得看看就顺眼了，是吧？你要说它怪异吧，它确实很怪异，但是照之前网上的渲染图，那个宣传图差的非常非常多。感兴趣的话，强烈建议你实际去线下看一下，因为如果你在网上看的话，会感觉它这个镜头凸起的部分特别多，但实际拿上手就感觉微微取了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这次 OPPO 也是说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一个工艺被它给做出来了。它的后背板是一整块玻璃，而且呢，控制点高达2000个啊！这一开始我不太懂啊，我们工作室有学工业设计的这个小伙伴，这个告诉我了，这个控制点越多，也就是你铺设的点越多，你的过渡更加平滑，也就是在镜头凸起的这个部分非常的自然。它是采用的叫环形山的这个设计，这是官方名称啊。在斜对角看的时候，感觉有那种水波纹的那种纹理拨上去了那种感觉。镜头模组方面呢是一个4摄，而且这次在显微镜的这个镜头方面还加入了一个环形的闪光灯。这个设计是不是非常熟悉？为什么说黑色是这次的这个主打色？就是你在这放着的时候，如果有强光打在上面，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边有很多摄影灯，它是一个非常黑非常透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拿在自然光下面的话呢，它又有点银灰色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多情况下它会泛着那种银光。这个是采用了一个 OC0 加上一个镀膜的一个技术，它这个整个中框也是做了这种抛光的处理，跟后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体性。这次手机在重量的控制上呢也挺优秀的了，这个4500毫安时的双电芯啊 Work 闪充，它只有不到200克，193克的重量，而且素皮板还要更轻一些，191克的一个重量，顶部要更窄一点，下巴稍微宽那么一丢丢，采用了一个左上挖孔的一个设计，6.7英寸这块屏幕还是非常值得说的啊，它是一个2K 加上120赫兹的三星 E4 材料的顶级高刷屏啊，反正它是3216×1440，而且 PPI 呢高达525，这块屏幕在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非常的舒服，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次它加入了一个不说是第一梯队吧，应该说是最顶级的那个屏幕里边必备的一个素质，就是 LTPO 啊，这个我们在三星的那个视频中跟大家讲过，我简单用一句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一个高刷屏的动态调节技术，它是1到120赫兹动态调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软件版本呢是5到120赫兹动态调节，等到你买到手的时候，它应该就会更新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打开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我要滑动的时候，那我肯定它希望是120赫兹的，对吧？这个我希望它更加流畅。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暂停在某一个界面的时候，我要看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不希望它是高刷屏，因为高刷更费电。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省电，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屏幕就会自动识别，比如说过去了30秒或者20秒，这个是根据软件不同来做调节的。这个时候它就把刷新率给你降到5赫兹甚至1赫兹，来更加省电，而且这个是完全自适应的原生的。X3 和 X3 Pro 这次的区别不是特别大，我感觉现在最近厂商好像都这样玩，是吧？虽然说叫 Pro 版，但是并没有阉割的特别多，这个对于是吧 OPPO 来说是很难得了啊。关键参数呢只有3个差别，后面我们就放在一起讲了啊。第一个就是 X3 采用的是870的处理器，这边是888的。实测数据方面，娱乐兔跑分74万加，位列第3，还不错啊。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12G 的版本 X3 Pro 平均用时107秒，还算 OK。续航上 2K 加上120赫兹的模式下啊，注意一下啊，是同开模式啊，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X3 Pro 剩余47%的电量，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 X3 Pro 在4小时41分钟关机，在同开的情况下，这个表现其实还 OK， 而且后面应该还有优化空间。充电依旧是65瓦，10分钟充入40%，34分钟充入100%，涓流充电只有3分钟，完全充满用时37分钟，保持了 OPPO 一贯的高水准。
稳。发热方面，数据库标准的1小时和平镜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 X3 Pro 正面最高46.2摄氏度。帧率方面，和平镜流畅加90帧，平均帧率67.6，由于机身发热，游戏中出现了2次掉帧。光明山脉极限性能测试 X3 Pro 平均45.7帧，后续的波动较大。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测试 X3 Pro 平均49.8帧，在游戏3分钟的时候降为55帧，4分钟降为50帧，之后一直维持在5帧左右，还比较平稳。半小时温升曲线，10分钟48.3摄氏度，半小时最高51.7摄氏度，锁帧50，整个机身发热和其他机型相比并不算高。第二个就是内存方面呢，是 LPDDR5 和 LPDDR4X 的一个区别。第三个防水防尘 ，X3 是生活级的防水，而这个是专业认证的 IP68的。这次 Find X3 Pro 最大的升级应该说有3点，第一个就是ID 设计方面，当然这个可能有些人觉得非常怪，不喜欢是吧？这个就见仁见智了。但是后面这2个就非常专业、非常顶级了，全链路的10比特。10比特不稀奇啊，你也听过好多次了，让颜色更多更真实，图片的色彩过渡更自然。但很多厂商在宣传10比特的时候，其实能够实现的都是某个单一环节，比如显示10比特或者拍摄10比特。全链路10比特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它为的就是让记录时光的照片、视频距离真正的所见即所得更进一步。全链路的第一个环节拍摄啊，这个对于旗舰机不难啊。RAW 的原始数据16位色深，生成10比特的素材绰绰有余。全链路的第二个环节编码存储，88原生支持处理 HEIF 格式的10比特 HDR 照片 ，iPhone 在用的也是这个格式。另外10比特的视频也是可以记录的啊。HEIF 全称就是高效图片格式，相比于普通的8比特 JPEG，HEIF 最高支持16位的色深，可以记录更多画面的细节，而且存储的体积更小。OK， 到这里啊，不同手机的画质就已经出现了分水岭了，出现肉眼可见的色彩断层，10比特对8比特的优势就出来了。全链路的第3个环节解码到这儿就死了一大片了，因为安卓原生图像解码器只支持8比特，解不了码你就没法看啊，有素材也没法用啊。想要在安卓实现解码，就需要重构安卓原生图像解码器，开发10比特解码算法，设计全新的内存架构，增加底层渲染入口啊，齐活了。短短几句话实现起来可不容易。全链路10比特的终点站显示 2K 分辨率，原生10比特100% P3 色域的顶级屏幕，从最根本上保证了色彩的精准还原，能拍能存能解能显示，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大圈，就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所见即所得。自己看不如大家看啊，其实还有一步就是分享。OPPO 表示会和 B 站和微博来合作，在线展示原生视频。第3大升级呢，也可以说是10比特链路中的一个吧，就是它的影像方面，它的相机。不能拍照的手机现在那都不叫手机了，超广角、长焦、显微镜，能装的都装进去。相机实测10亿色默认不开启啊，要手动选择 HEIF 格式，同时勾选10亿色影像按钮。开启后，相同场景下 HEIF 的照片体积可缩小40%左右。不过开启10亿色模式之后啊，要稍有延迟，比如你刚用完主摄拍一张，马上切换到超广角拍摄，要稍微处理一下。在白天和室内的亮度中 ，X3 Pro 的整体风格不同于讨好眼球像的 Reno， 要更加偏向于真实，色彩表现要素雅一些，同时曝光也更加真实，没有刻意的提高亮度。比如这一组室内雕塑，在白平衡、解析力等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稳定。这个模式给后期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另外，我们还发现，即便不开启 AI 啊，在天空过曝的极端场景下，会做自动化的处理，将过曝的天空变成淡蓝色。于是这组样当中，它就变成了表现最好的那台。在超广角方面，再大的也能给拍进来。主摄级别的广角表现确实非常优良，边缘和涂抹感控制的都非常不错，尤其是畸变控制。这次系列的机型上还加了一个显微镜头啊，再小的也能拍得清楚。可玩性真的非常高，我一拿到手真的玩了半天，因为真的可以显微啊！用这台手机拍摄是目前我们体验过最方便的查看手机像素排列的方法，往屏幕上一贴，是钻拍还是周冬雨一目了然。而且你还可以再点击2倍的放大，它在开启时环闪灯也会点亮，非常新奇。这是一个新的方向，代表着极致放大。X3 Pro 还带来了2种姜文式的滤镜啊，年代感这3个字可以很好的形容这2个滤镜的风格。第一种像是让子弹飞里的调色，非常老北京味儿，适合拍风景、人物、爱情故事的暖色调啊。第二种是很酷的黑白胶片风，质感十足，找好场景配好光影，能拍出电影级的大片。简单总结， X3 系列这次的相机更加的专业化。如果你是一个影像极客啊，用这个机器，你有很大的前期拍摄发挥空间和后期调整调色空间。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用户，这个广角、显微镜、滤镜也都可以玩得不亦乐乎。专业性和可玩性是这次我们的主观感受。夜景方面， X3 系列依旧是真实路线啊，比如这组很好的保留了友商 logo 的颜
颜色，它没有把整体亮度给拉高。暗部场景和实际观看一样，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它的物体细节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留。而到了角暗场景，细节就略逊于华为苹果了。但是天空颜色还原准确，噪点控制得得当。对于夜景的表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呈现真实的同时，保留了高素质水准。专业模式里，你可以开启 RAW 格式、log 模式。RAW 简单来说呢，就是未加工的意思。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好几次了，是 CMOS 将捕捉的光源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原始数据，所以 RAW 意味着用户有更大的后期空间，这也是为专业人士准备的。RAW 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可以无损的调节白平衡，充分发挥相机的宽容度。相较于 JPG 后期处理，更不容易出现色彩断层，这一点和全链路色彩管理系统的理念是统一的。这东西就是面向专业群体的，奔着 iPhone 去的。这次它的主摄呢没有换，还是766跟索尼联合定制的这颗5000万的镜头。它的底虽然没有到1.1/3这么大，1.56啊，但是它的基础素质啊，还有就是整个调教呢是非常成熟的。这次最主要的升级，我觉得不是它的主摄，而是它的广角镜头，也可以叫广角主摄了，因为它和主摄型号是一样的。电池呢是4565瓦的有线加上一个30瓦的无线充电器。哎，这次没有上它那个100多瓦的是吧？那个最新的涡格闪充，还是比较期待那个的，估计后面还会再憋一个大招的啊。扬声器方面，它是一个听筒式的双扬声器。我们实测来看一下它的性能表现。OK， 我们简单总结，这次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它的外观 ID。我们也和 OPPO 设计这边呢聊了一下，其实他们这次主要的设计理念呢，就想必须得有未来感。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姜文的。也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手机厂商也有请了一大堆代言人了，让你非常惊喜、非常喜欢的代言人是哪个？可以走波弹幕。这款手机不管你喜不喜欢，起码在造型方面，这个辨识度真的是无敌高的，我觉得应该是太明显了。我就把它设计的完全不像个手机，一看就知道是 OPPO 的手机，或者说一眼就可以被你记住。在现在整个机圈这个 ID 设计非常同质化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你先不管它好不好看，这个能被人记住这件事情就特别的难。环形山上面有好几个火山口啊，还有就是10比特加上它非常强悍的这套影像系统了。我在前年的时候就听说过绿厂在推进全链路10比特这件事儿，它到今年才把产品给推出来，非常的耗时耗力，而且可以说吃力不讨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其实90%的用户他不知道你花了这么多心思，你花了这么多心血，这么多钱来去推动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觉得这东西对我没用啊，是吧？你做的再专业，我就什么发个微博、发个 B 站、发个朋友圈，没有那么高的这个需求。但是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产品理念上算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贯穿，就是那3个字：未来感。从外观 ID 方面，我给你做的未来感。那么这些10比特，这些非常强悍的影像系统，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色彩管理啊，这些配件，我全部都给你配套软硬件做好。非常面向于未来，面向于现在来说的专业用户，那么大家肯定会审美越来越高，你的这个鉴赏能力越来越高，你的需求越来越高，它一定会被大众化，它不是当下的既得利益，它去做更前卫的这个探索，做这个技术的积累，因为很多情况下普通用户可能感受不到。只有专业用户，只有非常关注影像的这个用户，才会关注到它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提升、一些改变。听说这次连铃声都是和大师汉斯季默定制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本期的背景音乐都是汉斯季默的电影配乐经典。更多内容呢，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不关注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记得3连点赞。